股神巴菲特每年都会邀请查理·芒格出席股东大会，每当他讲完话，总会询问芒格的意见，而芒格通常会淡淡的说：“我没什么好补充的。”有一年芒格没能出席，巴菲特竟摆上芒格的照片，用录音机反复播放那句“我没什么好补充的”。他解释说：“我一刻也离不开芒格，是他让我从猩猩进化成了人。”作为幕后军师，查理·芒格一直被视作巴菲特的秘密武器。他不仅是投资界的高手，更是逆袭命运的人生赢家。芒格原本家境优渥，却因经济大萧条陷入极度贫困之中。大起大落之间，他凭一己之力逆转命运，发家致富。人生跌宕起伏，谁都可能突然陷入穷境，但比起芒格，很多人却是越忙越穷。为了帮大家摆脱穷忙，芒格把人生经验整理成了一本《穷查理宝典》。这本书收录了他过去20年间的座谈和演讲，是芒格毕生智慧的结晶。若想早日结束穷忙的恶性循环，不妨看看芒格给出的这7点建议。1. 经常阅读。在书里，学者李路谈起过一件往事。多年前，他有幸被芒格邀请共进早餐。他准时到达后，发现芒格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接下来的几次见面，即使他早到1个小时，仍早不过芒格。每次约会，他都远远地看见芒格一个人坐在那儿安静地读书看报。后来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李路才得知芒格有早读的习惯。芒格是出了名的爱读书，巴菲特称他是长着腿的2角书柜。他每天雷打不动的6点钟起床，找个地方读书看报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阅读的。书籍就像1日3餐，你很难说出它具体的效用，但读着读着，知识就悄悄转化成了养分，丰富了头脑，拓宽了眼界。人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，才能预见到风口，识别出机会。无论什么时候，用知识赚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走通的捷径。2. 拒绝从众。芒格在宝典中反复提起过哥伦比亚广告公司，他本是行业内的翘楚，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。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，管理者杰克·韦尔奇却随大流转了行。他拿出几十亿盖酒店，结果市场饱和，酒店根本卖不出去，上亿资金打了水漂，原先的公司因现金流断裂陷入困境。而杰克·韦尔奇本人也受尽同行的嘲笑。芒格说，害了韦尔奇的不是市场，是社会上愚蠢的从众习气。放弃独立思考，缺乏审慎判断，追着别人的脚步跑，最终都会陷入死胡同。市场的蛋糕就那么大，蜂拥而来的人，注定有人会空手而归。刚与芒格合作时，巴菲特也像大多数投资人一样，只购买低价股票。但芒格却极力建议去买大公司的高价股票，因为大公司增长潜力大，让他们的股票更有价值。几年后，那些买低价股票的公司多半业绩平平，而巴菲特的公司却一鸣惊人，独占鳌头。巴菲特感慨，一个从不盲从的合作伙伴，是你公司所拥有的最佳机制之一。其实随风跟跑的人并不轻松，每一次更换赛道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。但可悲的是，这种努力是反作用力，会分散掉我们的精力。而在激烈的竞争下，只有集中全部资源才有可能赢。芒格说，如果你因为特立独行而不受欢迎，那就随他们去吧。屏蔽外界的干扰，坚持正确的判断，用持续的勇气和耐心，才能换来财富。3. 逆向思维。穷查理宝典中记载了芒格的一段奇遇。一天，他去田间散步，与一位农人攀谈起来。农人说，如果我知道自己死哪里就好了，那样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。芒格一想，是啊，知道怎么痛苦，人就会幸福；知道怎么赔钱，就知道怎么赚钱。原来人生很多难题，只要反过来想，就能找到答案。芒格的这种逆向思维适用于每个普通人。想想看，你怎么做才会痛苦不堪？酗酒、吸毒、百病缠身、灰心丧气。那反过来，远离恶习，坚持运动，调整情绪，你就会幸福。你怎么做才能一直穷？机械式的工作，苦干蛮干，低效努力。
那反过来，主动求知，积极探索，人就不会穷忙。与生活的较量就像排兵布阵，正面交锋无法突围，转到后方突袭也是一种战术。当难题挡住去路，绕到问题的反面，就能找到突破点。真正的高手都懂得反其道而行之，知道了问题的来源，解决问题就不远了。4. 量力而行。在书里，芒格还谈起过一次很特殊的经历。偶然的机会，他认识了一位日本老太太。得知她经营着一家小家具店，为了帮她赚钱，芒格给出了不少建议，比如跨行经营、进军股市、开连锁店，但都被老太太一一否决。老太太的理由很简单：我只做我懂的事。芒格一听，竟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一个人只有专注于能力范围之内，才能成为行家。在书里，芒格提出过一个能力圈的概念。他说，一个真有本事的人只在自己的能力圈中做事，他们看得清自己的边界，绝不做没把握的事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。刚刚胜任本职工作，就想挑战更难的任务，拼尽全力，却以失败告终。刚报考职称考试，觉得自己心有余力，马上再报一门，结果全部考砸。创业刚有起色，急着多元化经营，又在不熟悉的领域赔光了本钱。我们在急功近利中，早已忘了成事的关键是量力而行。人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才能游刃有余，而不适合自己的事，你付出再多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芒格说，别把事情搞复杂，始终记得自己能做的事。人的精力有限，划定区域，精准投射，才能射中财富的靶心。5. 有目标感。格拉汉姆教授是芒格最敬重的朋友之一。博士毕业后，格拉汉姆同时收到高校和芒格的邀请，两方都有极大的诚意，但给出的条件却是天壤之别。当教授的薪水不及做投资的一半，但格拉汉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。最初，他拿着微薄的薪水，默默无闻地做教书匠，但最后，格拉汉姆却凭借学术研究赢得了更高的社会声望。芒格感慨，每个人都必须想清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目标清晰了，人便可以不受干扰，扎实地朝理想挺进。在书里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，职场上两个新人 ，A 希望自己的业绩能进入公司前3， B 没有什么目标，而是为了按月领薪水。工作中 ，A 有侧重的学习如何策划方案，如何营销客户，如何与同事合作，而 B 呢，却像个打杂的，一会帮人复印，一会跑腿买咖啡，一会打扫会议室。半年后 ，A 成功的拿出了几单业绩，升职加薪 ，B 却被任命为公用助理，继续打杂。其实两个人都很努力，也都十分辛苦，但结果却是一个忙出了价值，一个忙坏了自己。目标是人生前行的灯塔，只有点亮灯塔，我们才能看清前路，不至于迷失在生活的丛林中。有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。不瞎忙乱忙，我们才能用努力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。6. 少想多做。有人说查理·芒格是投资界的幸运儿，事实上，他拿到的人生剧本却是非常烂。他5岁时家族企业破产，6岁就要去杂货铺打工。17岁时珍珠港事件爆发，他中断学业，应征入伍。29岁时，为了给白血病的儿子治病，又倾家荡产。直到35岁，他才与巴菲特相遇，开启了自己的事业。有人问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芒格回答说，少想多做。在书里他一再强调，你一定要往简单处想，往认真处做。碰上麻烦想再多都无济于事，还会令自己心力交瘁。倒不如顾好眼下，用工作治愈自己，再静待转机降临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工作上遇到一点难题就寝食难安，既怕搞砸了被人耻笑，又怕做好了遭人嫉妒。碰上失业瓶颈或是偶遇失业就一蹶不振，每天揣测外界的看法，活得战战兢兢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身体乏累，而是被内耗压垮。想太多是另一种累，结果和瞎忙一样，换不来钱。当我们把大量精力用于胡思乱想，生活将满负荷运转。生活最好的状态
到底是什么？是全神贯注的学习、工作、应对意外、解决问题。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斩断思绪，拿出动作，不要去想出路，要用事去探路，人才有路可走。7. 终身学习。彼得·考夫曼是芒格的崇拜者，也是《穷查理宝典》的作者。是他将芒格的数百篇文稿收集起来，汇编成册。在书里，他谨慎地对比过芒格和巴菲特，发现芒格最大的优势是具备了多元思维体系。芒格不仅是投资专家，还是心理学家、经济学家和思想家。他涉猎广泛，从建造房屋到编制报表、文学评论，都深得专业人士认可。彼得曾问他为什么要一直学，还学这么多。芒格说，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。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不断充电的人才能抓住机会，实现跃迁。如今的社会再也不是谁能吃苦就能赚钱，所有人都在拼智力，我们进行的是头脑比赛。而一个人最大的优势是不断进步的自己。只有在学习上坚持长期主义，时间才能在我们身上起效。智慧的增长、经验的积累、能力的提升，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唯有时刻终身学习，才能用更好的自己，借助命运随时抛来的橄榄枝。《穷查理宝典》中有一组经典问答，有个年轻的创业者问芒格：“我要怎么做才能像你一样，活成一个有智慧的人？”芒格回答：“每天都要比昨天更聪明一点。”查理，芒格并非天赋异禀，也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更没有好运傍身。他的人生可以被每个普通人借鉴。他让我们看到，赚钱从来不是单纯的体力活，需要我们运用认知，发挥智慧。倘若一味的盲干，随波逐流，我们只会陷入穷忙的桎梏。而摆脱平庸、提升认知的契机，恰恰是经常阅读、终身学习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个订阅。努力扩大自己的能力圈，坚持学习，我们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。